今天的主题有点像王室8点档，母狮望子成龙，结果变成落难小狮。你是不是也刚看过那些年被捧上天的孩子，才刚出社会就翻车，王子梦碎，跌下神坛？今天以西结书第19章就是一首写给这些人和整个国家的悲伤 rap。 是的，神透过以西结写下一首悼词，不是给死人，而是给国家的领袖们，那些曾经有潜力翻转命运却选错路的王子们。第2节，你的母亲是什么呢？是个母狮子，蹲伏在狮子中间，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。这画面好有画面感，你可以想象一只霸气侧漏的母狮教导他的王子们如何征服世界。第3节，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，成了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而吃人。这边开始不太妙了原本应该学会统治保护人民的王子，学会的却是暴力、压榨和滥权，成了一头吃人的狮子。第4节，列国听见了，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，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。来了，反转来了！你以为他能征服列国，结果变成众矢之的，被关到埃及去，就这样沦为阶下囚。是不是很像某些正二代、富二代搞砸自己的人生剧本？第5节，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，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。妈妈 OS： 不然老大不争气，我还有老二嘛。6到7节，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，成了少壮狮子，学会抓食而吃人，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。听起来很眼熟吧？这只小狮子走了一样的老路，以为强权就是一切，结果呢？8到9节，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，他们用钩子勾住他，将他放在笼中，带到巴比伦王那里。又来一次，史诗级翻车，换个场景，换个地点，结局一模一样。母狮的2个儿子，一个输在暴力，一个输在重复前人的错。突然风格一转，从野兽之王切换到植物界。10到11节，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，极其茂盛，栽于水旁，生出坚固的枝干，可做掌权者的杖。这里说的母亲其实就是犹大国。原本它像一棵健康的大葡萄树，枝干强壮，盛产果实，养出能治理百姓的王。但后来呢？12节，被拔出，枝干折断枯干，被火烧毁了。14节，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，烧灭果子。最痛的是什么？不是别人毁了你，是你毁了你自己。葡萄树的毁灭来自枝子中出现的火，也就是说是国内的败坏毁了整个国家。结语，朋友们，这一章虽然像悼词，但其实是神对每一个领袖、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发出的一个大声公呼喊。不要把恩赐当特权，也不要以为曾经的成功能保你一世无忧。你可以是少壮狮子没错，但你要问的是，你到底是保护百姓的王者，还是吃人的掠夺者？你也可以是葡萄树啊，枝子强壮又结果子，但如果你不留心，烧毁你的不会是敌人，而是你
自己里面的那把火。